為什麼好人沒有好報呢？這是因為宇宙從來不會以道德為標準進行獎勵。試想一下，如果好人必定有好報，那恐怕輪不到你我去做好人了。倘若真有這樣的必然聯繫，社會上又怎會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呢？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仔細品味，不難發現，往往是缺什麼才宣揚什麼。既然宇宙並不以道德為獎勵依據，那它究竟獎勵什麼呢？或許有人會困惑，我一直保持善良，熱心做善事，幫助他人，還格外在乎別人的感受，可最終換來的卻是別人的惡意，是他人的不在乎。是不是因為我沒有美好的童年、幸福美滿的家庭、完美的身材或是漂亮的臉蛋，才導致我總是缺乏自信，進而形成了討好型人格，內心疲憊不堪呢？即便別人如此對待我，我內心依然對人保持善意，總是委屈自己去成全別人。如果你正是這樣的好人，那麼下面的內容可謂是為你量身定制，請一定要認真聽完並牢記於心。接下來，我將從宇宙的角度為你剖析其中緣由，以及宇宙真正獎勵的究竟是什麼。通過2個方面幫你看清本質，讓你從內心深處變得更加勇敢，在現實中活出內在的真我，成就高質量的自己。首先，我們來探討為何宇宙不獎勵道德。老子在《道德經》中提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通俗來講，宇宙根本不存在我們所認知的道德概念，它是無情的。這裡的無情並非指惡意，而是一種中性的表達，類似於《大學》中所說的中庸，也如同老子倡導的無為。道德其實是人類在創造社會現實過程中衍生出來的產物，其目的在於約束每個人的行為，並非宇宙運行遊戲規則的一部分。天道無親，這才是宇宙的真實面貌。道德是法律之外對人的一種約束，它有助於每個人更好地維護當下運行的社會規則。由於規則的建立者各異，道德標準也不盡相同。總體而言，道德是一種約束，是一門希望越多的人知曉並遵守的顯學。本質上，道德是別人灌輸給你的觀念。不妨思考一下，如果沒有人告知你，你又怎會知道什麼是道德呢？所以，當一個人長期聽信他人灌輸的道德觀念，從潛意識層面，或者用佛學的術語阿賴耶識來說，就如同在心中種下了一顆溫順綿羊的種子，隨着時間的推移，這顆種子生根發芽，最終在你內心深處扎根，而你卻渾然不覺。比如，許多成績優異的孩子就容易陷入這樣的境地，教育體系會告訴他們，只要成績足夠好，就能擁有不錯的人生。這些孩子，尤其是出身底層的孩子，聽到這樣的話，自然覺得抓住了希望的稻草。他們心甘情願地被培養成那種認為好人就應該業務能力與道德水準雙優的人。不僅如此，他們對自己如此要求，對別人也抱有同樣的預期。然而，當他們步入社會後，會發現現實並非如此。巨大的落差感會讓他們倍感失落，因為這並非世界的真相。請記住，道德是用來約束人的，學會生存才是我們每個普通人自我學習與成長的首要任務。無論是那些被培養成優秀綿羊的人，還是家裡有孩子的家長，都應當牢記這個世界的真正規則，切不可隨波逐流，陷入社會普遍的平民雞娃焦慮陷阱之中。那麼，宇宙究竟獎勵什麼呢？答案是2個字：自我。確切地說，是上篇內容我提到的真我。感興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我之前的內容，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渴望變得豐富多彩，它需要借助我們每個人來展現自身。倘若你足夠重視自己，自尊自愛，充滿自信，努力去成為自己，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麼無形中你就契合了宇宙的目標，或者說滿足了它讓自身變得更加豐富的目的。當然，宇宙也不會虧待任何人，作為回報，你也會因此獲得相應的獎勵。反之，如果一個人連自己都不重視，總是想着犧牲自己、委屈自己、否定自己，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他人身上，企圖通過滿足他人來填補自己道德感或潛意識裡的缺失，那麼像這樣的好人，並非出於內心的渴望去付出，而是為了滿足某種匱乏或者其他目的去付出。這種發心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如此一來，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得到宇宙的青睞呢？又怎麼能獲得宇宙的獎勵呢？更別提擁有美好的人生命運了。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所謂的好人沒有好報的根本原因。這樣的好實則是無奈、匱乏、懦弱，是心中雜念與貪嗔癡的體現，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好。這樣的好人自然不會有好報。反觀一些壞人，那些極度自私甚至不擇手段的人，反而過得不錯。這是為何呢？那是因為他們至少看重自身需求，懂得為自己爭取。但我並不鼓勵大家效仿他們的做法，因為當你產生這樣的念頭，甚至付諸行動去傷害他人時，不久後必然會陷入反思。即便暫時僥倖逃脫，也只是因果未到而已。所以，我想告訴大家一個真相：善良並非僅僅是一種品質，它更是一種能力，一種選擇，一種內在的發心。當你明明可以選擇不管不顧時，卻依然堅定地有所作為，這樣的善良才是真正的善良，才符合天道，才是有效的善良，才是真正為自己種下了善因的種子。因為在你選擇善良的那一刻，你在深刻地表達我就要成為這樣的人，這才是宇宙的邏輯。我要，我渴望，我成為，我表達，宇宙會如實幫你書寫人生。這便是西方心理學中所說的顯化原理，也是王陽明所講的先治良知，知行合一，更是教員在心之力開篇提到的無心即宇宙，宇宙即無心的真理法則。這裡的心就是我們的真我，一個充滿愛與包容、具備無限創造力的自己。好，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點讚關注逸軒，我們下期見。